这个佛法呢，在于真诚，而且还在于悟性。不是讲觉悟吗？你的悟性，真诚就能产生悟性，还要举一反三，这样才能活学活用。像我没举到的例子，你就不知道去怎么用了。生活中的烦恼是千奇百怪、千变万化，还有佛法要解决的很多问题，并非烦恼问题。比如说，我怎样让自己绘画技术更高呢？这本身不是烦恼的事情，对不对？那是灵感，那是加持，那是佛光普照的部分，那叫升华。有时候升华是烦恼的，有时候升华是快乐的，但是最终的结果还是快乐。所以我们要解决的问题，佛法给我们带来的问题，带来的能量，绝不仅仅是针对烦恼。我今天要给大家建道场，那你们说我烦恼吗？不烦恼，我一边累一边还傻乐。哎呀，终于选了个好地方对，累就烦恼你看失业的人不累了，那时候心开始累。哎呀，怎么没个活干呢？对不对？你说咱有活干，要不失业，我这活越干越多你从业务角度，不是业务越来越多，不高兴吗？是不是你干自己心中最理想的事情，你就幸福爱你心中最爱的人幸福，不管能不能在一块儿做自己最想干的事情幸福哪怕干不了，想着都幸福。所以这个道场就是从想象中来的你看墙上都是佛像这是千佛殿，将来我还修万佛城我讲的就是用自己的心在体会佛的心，用自己的心在解读佛所说的一句话。那你们知道我为什么在墙上弄那么多小佛像，到底是什么意思吗？还让人去供养，你们知道真正的目的吗？让大家离苦，是不是消灾，是不是？那还不是真正的大意思。让供养者成佛。会有人说：“哎呀，这么简单了，怎么就看着他和自己不太像？”那是我的愿望。至少你开始成佛了。回到经文里说，佛说：“我能成佛，众生皆能成佛。”那这是什么意思呢？是众生因缘的造化你现在有缘分来了，跟一个觉悟的师父学习你今世就能开悟，今天就能开悟。那么回到我们现实来说，就是我们随着因缘，还要让启发我们一切有菩萨心肠的人，一定要去帮人，行慈悲普度之道我们就能够成就佛的果位。你可能发心很小，但是佛心，佛的慈悲心太重难得的是你和这尊佛结了缘，未来你去成就他，他也在成就你。就像你和他之间的路通了，他就会把他的慈悲吉祥能量祝福源源不断的输送给你。就很像母体里的胎儿和母亲的身体是相连的。母亲今天吃了雪糕了，你能吃到雪糕；母亲今天吃了肉了，你也能吃到肉；母亲今天吃了西红柿，你也能吃到西红柿。是母子相连之体这是我真正的意义，真正的目的。所以众生都能成就所以才设了这些灯那每个灯上后面一尊佛像，就是成就我们的未来这是真正的意义。那回到我自己的身上来说，佛说众生都能成佛那我也是这样觉得
我的小时候状况大家都知道嘛，小时候病多，体弱，烦恼多，不开心，沉闷，愚笨，这记忆力特别不好，家庭环境也不好，因为没什么文化人从小生在农村，长在高原，这个环境其实很差，我这样一个天资愚笨的人，生活环境这么差，都能开点悟，你说你们哪一个生活家庭环境和资质条件比我还差了吗？都比我好，所以我这种人都能觉悟，你们也不觉悟，能把我鼻子气歪了，这太划不来了所以我就可以说很勇敢的说，我能觉悟，你们就一定都能觉悟，知道吗？收到了哈。那对于整个众生呢，我们有很多人发愿去帮助他们成就，那么来世，我们很多发这个愿望的人都来帮人，就能令一切众生都能够离苦得乐，都能获得究竟圆满，是在整个大的时空概念下。什么叫大时空呢？首先在人类来说，我们可能需要1万年的时间，就把众生都给度了，大约是这个意思那佛陀释迦牟尼在世传法49年，他也没有把众生全部给度掉很多人，其实我说错了哈，问题是有些被度了之后就走了，新生下来又有一群糊涂虫，又得重新再度，度完又走了，又生下来又是糊涂虫，这就没办法，这度不完的。所以叫做，当有一天让大家都够觉悟了你不是一个人了，而是成为极乐世界的一个新生命，不生不灭，那个时候才叫做根本的究竟圆满了。我们不要小看度一个人，你可以算一笔账，今年你只度了1个人，那这一个人可能明年或者是下几个月度100位，这100位每一个人在1年之内再度10个人，一直不间断的这样推延下去，10年之后，是因为你度了这1个人，将会有多少人被度化呢？多少人是因为你而得到解脱和幸福呢？有多少人将来能修成佛、修成菩萨、修成金刚和罗汉呢？到第10年，我们的计算器已经不能计算了，度了太多的人了。因此说呀，莫因小善而不为其中也有这个含义。别小看度1个人，慈悲普度慈悲普度，你只要有发心开始去做了，你觉得我还没觉悟我就开始度人了，其实你度人就已经觉悟了，这一定要搞清楚这个事情，那就是功德无量的，让人离苦得乐呀。那么多层次生命的道路，我觉得还是人间有意思人间最有意思，千奇百怪，人心复杂是最值得于帮助。尤其是我们的佛祖释迦牟尼佛，他不就在人间吗？是不是这我相信我们很多位这个佛门子弟一切善良的人，我想都会和我们一起这个心连心，一起做这件事情，将真正千手千眼、大慈大悲、无所不能的观世音菩萨把他这个形象种在我们的心里。就像有人摔倒了，你扶起他来你不要说这是佛扶的，那就没意思了。过去就扶起来，摔伤了没有？帮你看看，这是很正常的，你不要佛来佛去的。这就是叫自然慈悲心呢，从自己的本心中自然的流露一切之于佛名便没有获得根本的觉悟
将慈悲与自己整个生命融合为一体，这才是最关键的。如果说过去度人，现在不度了，那也希望你能够再重新度人。我觉得即使我们的信仰帮人，这是最大的幸福，要把它一直要坚持的，要快乐的去做下去这才是本分的。在佛法的修行和功德的这个积累，这个方方面面的这个大海中其中法布施最为殊胜。法布施，那什么是法布施呢？让人离苦得乐的方法和道理那你在法布施或者你的法布施不够具足的时候，你知道在这里得到最好的法的学习和领悟让大家能够离苦得乐的地方，你引他来，帮他来这就像菩萨一样。就像我在那很年轻的时候看到那个景象，四面金佛在极大的一个黑暗虚空之中那个慈悲的光芒放射出来看到芸芸众生一切这个痛苦哀嚎，他伸出他慈悲的金色大手那么接引人的人就是佛陀伸出的那个慈悲的手。不是说我现在做善事未来成就，现在就成就了，这就是你的本分，这就是最伟大的事情。帮了人最快乐，帮了人功德无比，富贵有余，富贵吉祥。